我是方焕文，我是 Mego。我们今天呢带领大家做顾老师的 T 细胞操。那我们今天欢迎 Mego 呢，因为 Mego 从来没有做过 T 细胞操，所以呢借由来纠正 Mego 的姿势呢，也提醒大家怎么样把 T 细胞做得更正确，效果才会更好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开始做吧。一开始呢，我们要来做的是暖身操。暖身操呢，其实有几个重点。首先呢，先要把我们的双脚呢、双膝呢往下微弯，有点像微蹲的过程当中，你的膝盖呢不离开你的脚尖，不超过你的脚尖。所以你在做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，你可以发现到你背后的肌肉呢放松了。你看，首先要找到是一个命门的位置，在肚脐的正后方。这个位置呢就是命门。首先我们要找到命门这个位置，就如图所示的命门的位置。那你要做的时候呢，你发现你把手放在命门的地方，当你的膝盖略弯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那边的肌肉是放松了。这个动作叫开命门。做我们的暖身操呢，开命门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先把命门打开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的肾上腺的位置在哪里。这里是我们的肾脏。对，Mego看到这肾脏嘛，然后你看到这是我的右肾的位置，对不对？我的手把它拉开，这是我右肾的位置。那我右肾的肾上腺，我用左手先把它按在右肾的肾上腺上的位置。差不多在这个位置上，对，很好。那你要做的动作，你可以侧面看当你在手拉的时候，有没有拉到这个点？我手往斜前方拉的时候，拉开，往斜前方拉开，有没有拉到这块肌肉？那表示你有在拉到肾上腺的位置了。那等一下呢，这个手就可以放开，所以你要提手的时候是往45度往斜前方拉。为什么要拉呢？因为我们拉开我们的腋下淋巴，所以我们在拉的过程当中呢，是这个动作的。那同样的过程当中，你做得很好，你有看要往下踩脚，所以踩脚拉，同时踩脚拉，踩脚拉。那一般呢，如果我们有地板是木地板或瓷砖的话，最好穿个鞋子来保护我们的脚跟。为什么呢？像你刚刚踩的时候，有一点点不是整个脚跟，是整个脚跟踩下去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需要的是整个身体的震动，震动的过程当中，让我们的骨髓能够产生更好的细胞。所以你要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呢，是这样子的，很好，非常好。记得要开命门，往下做一点点，然后头呢往前顶出去，是把你的头顶呢往前顶出去。我们要来做这个动作，做45秒。好，我们看前面我们来这个动作做45秒，把头注意力往前顶。顶出去，顶出去，顶出去，很好。那像有些人觉得，一只脚固定呢，他习惯，他喜欢两只脚一起来，那没有关系，那就把一只脚放在重点，放在一只脚上也可以。对了，这样比较轻松一点。好，注意的手往前拉，把你的那个腋下淋巴拉开，往上顶出去，很好。好，我会开始发热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暖身操。好，45秒到了，那我们换边。同样动作我们开始一样是做45秒。好，踩，记得先开命门。对了，脚往下踩，往斜前方拉，很好。开命门，先往头往上顶上去。对了，很好。往上顶，对，我们看前面来。那你这个动作呢，拉开的动作做大一点，对，因为我们是要拉腋下淋巴，不是只有单纯挥而已，所以是往前拉，往前拉，顶拉，顶拉，很好，拉开。所以有一个拉的力量在那里。我们现在做的是故事 T 细胞操，第一个动作开哑门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找到哑门的位置。你的手来放在你的后面那个哑门的位置。哑门位置呢，刚好就在你的两个耳朵后来的骨头往上来压到的地方的时候，你会压到一个凹槽的地方。对，然后你上下动一动，有没有觉得那个地方特别有一个凹窝？有。就是那个地方。那你要做的动作是往内往上45度往上压，所以不是只是垂直压上往前压是往上压，所以往上压。这过程当中，你头要往上拎，收下巴，头往上拎，脊椎打直。好，我们要这样子揉，按揉呢，开哑门30秒。好，注意一下你的头往上拎上去，
开哑门，动词，做个。所以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好像有一股力量一直穿到你的脑的中筋里面，对不对？是。酸酸的那个感觉对，那就是对的，你就是开哑门。这个动作呢，帮我们的脑开窍，把我们现在这个动作呢，跟我们的大脑连接在一起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呢，我们要来拉松我们的颈椎。首先，把两只手放在你的下巴下。好，那你要做的动作是用你的手呢，手肘往上拉，把你的脖子撑到最大的位置。另外一边来往上拉，撑到最大的位置。这个呢，来帮我们放松我们的颈椎。做个差不多4下之后呢，把你的双手的手肘往下垂。你要做的动作呢是身体拎起来，所以你把脊椎打直的过程当中，把身体拎起来，下巴呢往下压的过程当中，这只手呢去把它撑起来，撑你的一点点撑。所以你这个动作你是要整个让颈椎整个拉开。我们一开始呢，我们要把颈椎拉起来的时候，你把颈椎已经拉直了，然后借由你的手的撑力的时候呢，再把颈椎再往上撑开一点点。所以这个动作是在撑开你颈椎。所以一开始拉紧的时候，颈椎已经拉直了，对不对？先把颈椎打直，然后再来用手的力量再撑开一点点，把颈椎的地方再撑开一点点，往上撑一点，顶出去，下巴微收一点。对的，微收，很好。然后手把它顶上去，对了。那你这边颈椎是不是就拉开一点？感觉有在拉开你的颈椎？问题，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。就是刚开始嘛。所以你先下巴往下压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其实你下巴又往上，下巴又往下压一点点的时候，你可以撑开的更高一点。因为你这个牙齿是要紧的吗？跟牙齿没有关系。把注意力集中放在你的颈椎的部分。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后面这颈椎被拉开？所以每次都是先拉上。对，但是因为你的下巴往内收的时候，对你是不是有个抗衡的作用在？然后你把它用撑去，所以你抗衡的时候，你把它拉开，这颈椎这边就一节一节就被拉开了。所以你这个动作你是要整个让颈椎整个拉开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。整个身体颈椎往上顶，来，整个身体把颈椎拉起来，先把身体拎起来，对，然后再顶出去一点点，拎起来顶，手撑哦，撑，这个手先往上顶上去，但你的下巴是往下压的，所以有一个拮抗的作用在那边。你再试试看有个拮抗作用在那里。第3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呢，颈椎有问题的你就先不要做，先跟我们联络一下。首先呢，是一只手固定下巴，固定了以后就不动。好，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额头后面，放在我们的后脑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般的来讲呢，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都是下颚在动，上颚不动。对，你在咬牙的时候，上颚都不动的，是下颚靠着上颚在动。那这个动作是让你用上颚去扣齿、扣下颚，就让去刺激我们的脑部的一些神经，还有加上我们周围的牙床这边的一些免疫系统，跟脖子交接的地方。你要做的动作是拉，把脖子先提起来，嘴巴张开，用手把头扣下来，提起来，整个身体往上拎直，再张嘴巴，再扣齿，放松。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手会酸的人可以换手。同样道理哈，首先一手固定，拉起来。好，那再做一次看看，来，手往上拎，很好，嘴巴张开，扣齿，对，很好。好。第4个动作呢，我们要做的是甲状腺。首先，先把2只手掌并拢，手指分开，夹在你的2腿之间，用力的摩擦。当你到很热的时候呢，敷在你的甲状腺的位置，你可以这样捂，也可以这样捂。捂住以后呢，轻轻的按摩一下下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是把手放在那个位置。你要做的是脊椎打直，头往上顶直，脊椎打直，收下巴。在椅子上震动，
来手可以放下来，放轻松，对，因为你是要热敷。锁骨淋巴的位置哈，首先这两个骨头是锁骨，你看得到自己的锁骨吗？就是这个骨头，对。那锁骨头就是一个圆圆的那个头，就是锁骨的头。那你摸一下有个锁骨头，有个圆圆的地方，好，那个就是锁骨头。你要把你的手呢放在锁骨头后方，后面，对，扣在后面，所以它靠近脖子的位置，它不是靠近外面，是靠近脖子的位置。你这样做得很好。一样的头往上顶百会，然后呢手呢左右搓。抠到后面哦，你看手要抠进去到后面，哎，然后呢平行的这样搓，有会痛吗？有一点。哎，对，所以淋巴有堵到的地方都会比较痛。那你要往上做，这是第一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往前后，这样子吗？对，震动，这就是要帮你疏通你的锁骨后的淋巴。好，一样这个动作。我们就交替的两个交替的做。一样头往上顶，收下巴。哎，对了，脊椎打直，很好。哎，对，很好，对。这样换另外一边，然后压进去之后呢，一样两个动作，平的。好，平的话是让你把那个淋巴结呢推、震动、挤压，好，让把淋巴结疏通开来。好，是左右这样的动作，对，大一点，对，然后前后。是它扣在它后面哈，对，往下左右动，前后。第六个动作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来了解一个位置哈。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找出来锁骨的位置在哪里，锁骨在那里，对。然后锁骨呢，胸骨在正中间。锁骨下面的锁骨头下面，你可以找一个地方呢，跟肋骨这边有个肋骨，这个是锁骨，这个是胸骨，这个是肋骨，所以这个交叉的这个位置，那你用你的拇指呢顶在那个位置，哎，另外一只手指的拇指顶的位置，对，然后这只手也顶在这个位置，好，那个地方很酸很痛，好，很酸很痛的位置在这里，啊，很酸。对，你要做的动作是顶住以后呢，拇指上下的撑开，对，上下把它撑开的一个动作。我先找到位置之后呢，上下撑开。好，做好之后呢，趁着那个点不动，你要做的动作是把胸骨顶出来。对，好像可以好像挺胸那个动作哈，把胸骨顶出来，这个部分要做30秒。一样呢，头往上顶出去，顶直，收下巴，把胸骨顶出去。Michael 做对吗 ？Michael 你的动作呢？好来，压着不动，所以你的肩膀只有走不动，只有顶胸骨出去。哎，把它顶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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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，做好一点了，对。好，这第7个动作呢，我们要拉的是把这锁这边拉胸骨这边的打开哈。首先我们把2只手平举打开，弯回来，弯回来之后呢，你就固定了不动。好，所以你要做的动作是用你的肩胛骨来动你的身体。好，借由肩胛骨往上提，往后再做一个转动，用肩胛骨画圈圈。那很多人像你这样会做的时候，他在做的时候呢，他肩胛就这样掉，其实在做的是肩膀。那我们要的是撑着，做的是肩胛骨的动作。哎，对了，很好，对了，肩胛骨往上提，往后。所以你在提上来的时候，撑大一点点。为什么要把这边胸骨前面这边撑开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一样头往上顶，注意手不要掉下来，要撑着。哎，对了，很多人做错的话变成这样子，他就在动这边，那就完全没有动到胸骨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只是在动他的肩膀。我们撑着以后呢，像你刚刚那样，哎，胸骨有撑出来，撑大一点，这样子撑大的话呢，你的胸腺部分的血液循环就会更好一点。
现在一样，同一个动作呢，撑开好，撑着，哎，撑完以后撑住，现在要做的反动作，反方向动作。对，肩膀往上，肩胛骨是肩胛骨往上提，肩胛骨在动，靠有肩胛骨的动作，很好，做得很好，提起来，绕圈圈，提起来，绕圈圈。那其实从侧面来看呢，你会发现到，其实它其实是一个脊椎整个都在动的动作。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激活胸腺的动作。好，首先呢，你要做的是呢，先把我们的手呢，大拇指的鱼际这个位置，或这个位置呢，是来敲我们的胸腺，所以是先这样敲一敲。所谓的敲呢，是你手靠近之后呢，停一下下，所以你会发现到你是其实在震动，这一段的部分。那胸腺位置在这个整个地方，所以你就整个位置除了中心点之外呢，左右都要敲一敲。用我们的这块肉敲，对，敲完之后呢，用我们的手双掌呢放在胸腺的位置上，上下搓揉，搓热，手心，手心压在胸腺的位置，来上下搓揉，搓热一阵子，你发现这边开始热了，对不对？热了以后你就一样，头往上顶，对不对？脊椎打直，上下震动。手压着就可以上下震动。手压着上下震动。在上下震动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你的屁股呢，其实没有离开，没有离开你的椅子，是屁股是上下震动。你现在做的很对，你继续做。当你做完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到你可以手去测一下你的胸腺的位置，让手背去摸你自己的胸腺的位置，你会发现那地方是热热的。是。因为热的话，表示你的胸腺已经开始在复活。所以你可以测一下，其实应该是热热的。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手背的位置？手心的位置呢，其实手背的温度比较敏感。其实大家都以为是手心去测，因为你手心本身就有个热气，那你用手背呢在测的时候，比较容易测到真正的体温。对。顾老师 T 细胞的运动呢，每个动作呢可以做30秒到1分钟。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到全身发热，表示呢你这个动作对你很有效。所以呢，请记得在做的过程当中，全身发热是正常的。如果有发现到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，请尽快跟我联络，谢谢您。接下来的动作呢，请继续看下一支影片。